前几天逛知乎的时候看到这么个帖子，被爸妈拖累该断绝关系吗？看题目的时候还以为是父母对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，点进去一看才发现，原来题主父母的经济条件不太好，养老看病都需要花很多钱，而题主觉得有这样一对父母的拖累会导致自己仕途不顺，将来妻子生子也都会受到影响，所以不想把资源浪费在父母身上，打算跟父母斩断关系。不出所料的，底下是一边倒的指责，其中有一条说得一针见血，想通过抛弃父母找个好对象，更好的培育下一代什么的，正经人家的好姑娘可能会接受一个有上进心的穷小子，但是大概率不会接受一个和没有虐待过自己爹妈断绝关系的人。别说做伴侣，反正和这种人做朋友我都不敢。都说要看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，就看看他对父母的态度。一个对父母都薄情寡义的人，是经不起任何人性上的考验的。我们从小被教导百善孝为先，孝顺父母，尊重父母，是做人最基本的品格。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，年纪越大就越恋家，因为越大接触社会的现实越多，就越能体会到家的温暖和带给自己的安全感，而这份温暖和安全感来自于父母。老舍先生说，人即使活到80-90岁，有父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，深以为然。在外面我们要独当一面，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，但是回到家里，回到父母跟前，我们可以抱怨，可以倾诉，甚至可以不讲理的闹闹小脾气，因为我们知道父母会永远包容我们。演员梅婷在工作最忙的时候，也要每天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。在北京买了房子之后，也每年都要把父母接来住一段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她不接戏，推掉一切应酬，甚至连手机也关掉，就一心一意在家里陪父母。有时她还一手牵着父亲，一手牵着母亲，在公园里游玩，去街上吃各种小吃。她说，在父母的面前，她永远可以当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，而她总觉得自己是一只风筝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线都紧紧拽在父母手里，让她觉得自己是有人牵挂的。父母就像是我们藏在心里的一座游乐园，只要他们还在，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，偶尔当一回小孩子。但是当他们不在了之后，幸福的时期就结束了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此生只剩归途。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曾经这样形容过他与母亲的关系：我用尽一生与母亲较量，最终满盘皆输。按照现在的话来说，北野武的母亲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虎妈，不准孩子有兴趣爱好，强迫孩子学习，成绩不好就对孩子一顿打骂。因为这样，北野武对母亲是厌烦的，甚至是厌恶的。在大二那年，北野武与母亲断绝了关系，从家搬出去独自生活。他以为靠着打工就可以赚到房租和零用钱，却没想到一回神儿，房租已经拖欠了半年。他以为自己还能继续住在那里，是因为房东的仁慈，却没想到房东跟他说，从半年前他搬过来的时候，母亲就偷偷坐出租车紧跟在后面，并且拜托房东，这孩子傻傻的，肯定会欠房租，如果1个月没缴，就来找我拿。后来北野武凭借着《菊次郎的夏天》《花火》等作品名声大噪，但让他心寒的是，他妈妈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祝贺，而是向他要钱，并且从那以后，母亲有了按月向他讨钱的习惯。一晃好多年过去，母亲生病住院，打电话叫北野武去看她，并在他临走时交给他一个小袋子。北野武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以他的名字开的储蓄存折。1976年4月30万，1976年7月20万。这些年北野武给他的钱，
他1毛也没花，全都存着。母亲因为担忧一人不知道哪天就会走下坡路，而北野武又不懂得存钱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替他做打算。母亲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母亲，她专横、霸道，不懂表达，所以北野武用尽了一生在跟母亲较劲儿。但当他真正领会了母亲对他的爱时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俗话说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自然也不会有十全十美的父母。所以为人子女的必修课就是要原谅父母的不完美。他们或许古板、严厉和固执，思想跟不上时代，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，但不能因为这些缺点就忽视了他们对我们的爱。请回答1988里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很深刻。德善因为父母偏心姐姐和弟弟，忽视自己，埋怨了父母很久。他看到的是一只鸡的2个鸡腿，妈妈一个给了姐姐，一个给了弟弟，却没看到在爸爸伸手要拿鸡翅时，妈妈拍开了爸爸的手，把鸡翅递给了自己。偏心的父母是不完美的，甚至是不称职的，但就算这不称职的父母永远是爱他多过于爱自己。父母不是完美的父母，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孩子，我们都在笨拙地摸索如何相处，如何相爱。既然如此，就更该学会理解和释怀。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飞机上接受意大利《机会》杂志记者采访，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？比尔盖茨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，他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孝敬父母。这句话我在前几年的时候也听过，但当时因为年纪小，并没有特别大的触动，总想着来日方长嘛。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这句话。也就是11月初，我刷朋友圈看到一个水滴筹，点进去一看，发现得病的居然是我大学同学的父亲，肝癌晚期。同学本来马上要硕士毕业，就在准备论文了，突然接到这个消息，只能跟学校请假回了国。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见过他父亲一面，印象中是一个健壮风趣的中年男子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才几年的功夫，就发生了这种事情。上周我去医院探病，他父亲正躺在床上输着液，曾经160多斤的男人，瘦得只剩皮包骨。在医院走廊聊天的时候，他说着说着话，突然蹲在地上哭了。他说医生早上找他去谈话，说病情恶化得很严重，他们可能快没有治疗机会了，让他做好心理准备。大学4年，读研3年，他在外面漂了7年，念叨过无数次等毕业了就回老家给父母好好尽尽孝。但如今就在他马上快毕业的时候，却不得不面对随时会失去父亲的情况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人生不会总是按照我们希望的那个样子去发展，多的是令我们措手不及的事情。刚开始工作的那年，过年回家的时候，我妈突然拿出了20几根针，让我帮她全都穿上线。她说有一天想缝衣服，突然发现自己眼睛花了，线怎么都穿不进去，就等着我回家一趟，帮她多穿几根。也就是那天我才明白，原来父母老去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。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来日方长，陪伴父母孝顺父母这件事儿永远都不嫌太早，别等来不及了才悔不该当初。王小波在《致女儿》书中写道，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，小的时候是怕他们，大一点儿开始烦他们，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，见面就吵，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，躲着他们，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，应该对他们好一点，但就是做不出来，装都装不出来。再后来一想到他们就心里难过。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趁着我们还年轻，父母还在，多关爱多包容，别让今后的人生里
充满遗憾。我们都该对他们说一句：谢谢你们愿意做我的父母。